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家酒店，便是造价5亿元人民币的紫林山豪丽维拉酒店。在这住一晚上要花多少钱？住宿体验如何？吃的怎么样？看完这个视频你就全清楚了。酒店的主体建筑位于中国贵州省黔南州的独山县，它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独山水丝楼，其造价为2.56亿。当初的水丝楼是一座木构仿古建筑，长这样，并且以这个形态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。但建筑外框架基本完工之后，钱就已经花完了，所以没等装修内部就直接停工了。直到近几年才有人重新接手这里，并再次斥资2.48亿把它改成了现在的水泥建筑，前后加一起一共花了5亿多。如今它的名字也变成了紫林山豪丽维拉酒店。我这一次就在里边订一个便宜的288元价位的房间，来带大家看看它的内部是什么样子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背后这个地方是紫林山豪丽维拉酒店啊，它是改造后的水色楼啊。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外陈设。好了，开好房间了。这个总体来说，它的观感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啊。线上现在还不能预定，只能从线下订。订一个房间288元啊，这里边还没有餐厅，待会儿得开车出去吃饭。怎么回事呢？乘梯请刷卡，刷的卡没反应。哦，上去了，开始往上走了。门的旁边是2件睡衣啊，下面是一次性拖鞋。擦鞋布啊，正需要这东西呢，现在正需要擦鞋布呢。之前走山里的古寨啊，把脚弄得很脏，2瓶水还弄俩高脚杯还。旁边是泰国的白砂糖，还有果茶什么的。哎，这屋里真香。上面应该是某种玉石吧，弄成这种玉缺的形状。让往里看，怎么镜头那么靠上呢？好，然后往里看啊，壁挂电视，这屋真香啊！一个茶壶，俩茶碗。它这边呢弄成斜着造型，这是透光的窗户吧？啊，早晨2束阳光从这进来啊，同时照到我的面部和臀部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小沙发，然后一小桌，然后这边是双床啊。留一个床放我的零碎行李。这一圈走下来没看到能办公的地方，只能拿那个圆桌凑合办公了。这边是电话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一边，这是洗漱的屋子，毛巾啊，香料在这儿了，这个香味就是从这儿来的。那离近了香味就更浓了。看看洗漱的地方啊，这屋是厕所，厕所是带排风的啊，厕所是带排风的。然后这边是浴室，哎，干湿分离，可以，也算对得起这个价格啊，288元。反正房间内部的陈设大致就是这个水准啊。总体来说条件还可以啊，价格288元，大家见仁见智。缺点是吃饭不方便，因为它这个附近没有吃饭的地方，还得开车出去啊！一会儿咱们找找，看看吃饭的地儿距离这到底有多远。现在屋里的温度是12度，咱们先把空调开开啊。这一路我走过来，遇到了这么多酒店，空调基本上就没有几个给力的啊，证明冬天真的不太适合来贵州旅游。到晚上在屋都得穿着羽绒服。看看这家空调怎么样啊？咱们先试着吹一吹，然后我们看看这里边有什么啊。然后这是牙刷牙膏拆过了，梳子没什么用啊，因为最近在贵州待着比较冷嘛。2月份来贵州，每天这个帽子都不敢摘啊，所以说怎么梳头，第2天这帽子也得给我压走形了啊，没啥用。剃须套装，哎，这个有用，这个回头拿到上边来，明天早晨试用一把。护理包看着像是棉签啊，这个轻易用不上。浴帽，我头发短，男生用这个的也很少，头发洗了就洗了，湿了就湿了，反正干得快。哎呦，还有针线包哎，这个在酒店里还真的是比较少见啊。
这可能是什么衣服破了需要缝补一下的。浴盐，浴盐这个我用不上，我要没记错的话，浴盐应该是那种放在浴缸里用的。真正洗淋浴的时候能用上吗？就拿这个盐粒往身上搓，那样 O 不 OK 啊？浴擦浴擦应该是搓澡巾，捏着像是搓澡巾啊。这里边东西是挺齐全的。刚才大面的预览过了，咱们现在来看一看细节啊。拆了一个牙具，然后看这个牙膏是小苏打牙膏啊，这个包装比平时住的小酒店要好一些。然后这个牙刷的毛看着也更密一些啊。刚吃完晚饭，现在得赶紧刷牙了，要不然牙齿不舒服。左边这个浅蓝色的是自己带的浴杯啊，不是自己带的刷牙杯啊。然后一般来说不用酒店的刷牙杯，这是个人的一个习惯啊。看这个马桶上面这幅照片，这是一个侗族鼓楼啊，这也是我来到贵州之后才看见的。以前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建筑啊，它这个造型是比较特别的。但是你看一眼就能记住，侗族鼓楼都是这样的造型，有点像咱们中原的密檐式塔，然后上面是攒尖顶的小亭子。这里边竟然是个智能马桶啊，智能马桶就更有话聊了。当初我去四川安岳看石窟的时候啊，恍惚住在就是四川的某一个酒店里边，距离安岳比较近的一个小酒店，它那里边的马桶就是这种智能马桶啊。可能是因为离得跟我的人比较近，我人在屋里边，跟他有个1米左右的距离，然后我就在那坐着，这个马桶自个儿在里边又开又关的，瘆得慌，知道吧？我这么讲故事你们可能体验不出来，但是你要亲身体验一下的话，你在那个酒店里一个人住着，完了后边的马桶一会儿自个儿开了，一会儿自个儿合上了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不过这个应该还好，因为这个距离毕竟和人比较远嘛，估计也不会自己开自己关啊。就算是有这种情况的话，也不会受到什么惊扰。我们看浴室里这4个小瓶子啊，大部分是我用不上的。头一个 conditioner 护发素，这我根本用不上。第二个 body lotion 啊，身体乳，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有用的，但是我总想不起来用啊。第三个 shampoo 就是洗发水，就是现在的年轻小朋友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老一辈人有时候会把这个直译为香波啊，就是算是一个音译词 shampoo。 然后第4个 shower gel 沐浴露啊，只有后2个是能用得上的。这个我为什么知道是香料呢？按说我一个直男根本就不可能了解到这些啊，这都是机缘巧合的事儿。就是有一次我在重庆逛街的时候，然后走进一个民宿里边喝咖啡，他那个民宿既是民宿又是咖啡馆啊，然后在这喝咖啡的时候跟前台的女生聊得很投机，聊着聊着我发现这其实是民宿的老板，然后这个老板让我识破之后就特别开心，就送了我一罐这个，然后我拿回家去了，在家里摆了2年，所以我才知道这个造型的东西是香料。刚才我没注意啊，因为我也不经常的喝热茶，现在路过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壶竟然是刮冷壶啊，杯是刮冷杯，看它这一条棱一条棱的，就像是刮的那个条纹一样啊，刮冷壶。上次见到这种壶还是在博物馆里边见的，我记得是宋代的定窑瓷器，回头咱们看看是不是跟它一样。哎呀，地方大就是好啊！原计划是2张床，1张床来摆杂物，实际上这屋里有这个小沙发啊，它这个面积也比较大，有了这个小沙发，多少杂物也摆下来了。前面这个小桌还能亮一亮无人机啊！看这牌子，蛇年大吉啊！愿刷到视频的各位在2025年都能事事顺利啊！小圆桌现在让我铺满了，看小圆桌上边这个位置，这很明显是一组苗族银饰啊。这组银饰的价格肯定是4位数。之前我们去苗族的村子还有葛家寨跟他们聊的时候，大致了解一下这种银饰的价格啊。根据我个人的经验，银子本身它的价格就那么回事，主要还是工艺值钱啊。床头柜里还发现3本书啊，这本《贵州城镇化问题研究》看着像是一个偏学术的书啊，这本书是打开的开本的啊。然后这有一本《走读贵州》，还有一本《纳香廊带》，这些都是封上的啊。应该这些讲的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，你们来了感兴趣可以拆开看看。
门口这个烧水壶区域的下边，这还有个小冰箱哎，小冰箱从哪边开？这边开，好吧，冷藏的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冰箱，有这个东西就方便了，可以存点水果什么的啊。之前没看见是因为外边有一个栅栏。看这一条街啊，本来这条街上有很多饭店的，但是现在年还没过完嘛，今天正月14，结果这条街上的饭店一家都没开呀，就随便找个超市买点能吃的东西得了。买了这一堆东西回来，晚上凑合吃一口吧。吃完这个，睡前应该是不会饿了。哎，来了！现在就是后悔，非常后悔。刚才在服务站应该吃个自助餐的，免到这儿还跑出跑进的买这一大堆东西，怪麻烦的。接着吃啊，这个等一等泡面，卤蛋。西红柿鸡蛋面，看里边真的给鸡蛋了。泡面就维持现在这个状态啊，刚泡完没多会儿，然后半软不硬的状态。当年在工厂经常吃泡面，很多年没有吃泡面了。哎呀，看，吃完了，开心。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啊！看酒店的对面也是有看点的啊，不过夜晚不太能看清楚，只能看有一个亭子，其他那些隐隐约约的就不太能看清了，明天白天再说。酒店本体的观感看起来肯定是比白天要强的啊！现在灯火通明的样，其实原来的水寺楼比这个更漂亮。这里我指的是白天啊，它这个木结构的建筑嘛，现在统一都改成了水泥，然后白天看起来就有点乏善可陈了。酒店大门的两侧各有一个大石狮子，这个石狮子后边是一个地上停车场啊，目前也是比较够用，我的车就停在这头了。然后另一端也是一样的配置，大石狮子背后是停车场。这边灯怎么关了？是不是因为到点了，所以就关灯了？看一下水寺楼的地下停车场啊，就这么点的位置吗？这个区域不是很大啊，我们看看左半侧，左半侧也有几辆车。这个地下停车场不是很大，后面还有吗？我们上后边看看去，看一看后面也没了啊。就地面建筑上盖的这么老大，但是地下停车场呢，只有这么2排的空间。你说将来如果游客多了，会不会停车场不够用啊？那时候就得把殿前的广场启动上了。现在是9点09分啊，正面的灯也关闭了，正面下层的灯也关闭了，上层的灯和这边灯还在。应该再过一会儿就都关了吧，趁这会儿咱们赶紧进，因为现在是春节期间嘛，左右还挂着中国结，中国结的中间是福字啊。来这住宿的人还不老少的，虽然说现在是淡季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夜景就拍到这儿了，至于其余的地方，咱们明天天亮之后再继续往下看啊。别的地儿逛差不多了，该擦鞋了。你们看这鞋造的，这鞋还好点啊，看这鞋造的这么脏。这次在贵州差不多跑了有1个星期了啊，中途走过了苗寨、侗寨，还有瑶寨啊，各个少数民族的寨子，然后还走了一个格家寨。格家人是在56个民族之外的一个民族啊，实际上感觉
和他们那边人交流就像是世外桃源一样。但世外桃源的价值是，但世外桃源的代价是什么呢？它的代价就是里面的交通不怎么方便，然后你好不容易把车开到了比较近的位置，然后再往里走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像我一样踩一脚泥。里边很多路都是泥路的。然后我在贵州的这个月是又冷，下的雨又多，所以说就把鞋造成这样了。这是难得有一个酒店还能够给一个擦鞋布擦一擦鞋啊。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路住宿的地点比较便宜，没办法，穷人出行嘛，对吧？就是我都没想到啊，我走过的这些寨子，看起来好像是不起眼，其实有些个地方，它里边藏着很多大大小小的文保单位，甚至有的还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啊。到时候咱们都在视频里给它更出来，你们全都能看得见。好，第二天的早餐已经送过来了啊，这是一碗粉啊，要的是这个西红柿鸡蛋的，不辣的这种是。然后这边有面包，有一块小蛋糕啊，然后鸡蛋，2个橘子，然后牛奶，一小碟辣酱，还有一碗白粥啊。一共有2种套餐，然后选其中的一种。这个早餐不是自助，是这样的固定的套餐啊。好，先吃饭了。这个粉还可以啊，粉是西红柿鸡蛋的粉，还挺有缘分。昨天晚上吃的泡面就是西红柿鸡蛋的，今天的粉又是西红柿鸡蛋。只有这一种套餐是不辣的，一共是2种套餐。吃完早餐之后，第一时间用剃须套装把胡子给刮了啊！看这给了剃须膏，平时很少用剃须膏啊，就是感觉很多那种剃须套装，它那个给的那种剃须末不好用，这个剃须膏可以的，润滑效果可以啊。然后它这个刀也够锋利的，因为我那个胡子比较粗硬嘛，大部分酒店里送的这种剃须刀都刮不动我的胡子，他们家这个可以刮得动，这个还挺好用的。现在天已经亮了啊，不过没有阳光照射进来，因为现在是阴天，阴天就不错了。早晨是雾天，差不多上午8点的时候，窗户外边还是一片黑，什么都看不见啊。这会儿雾气散了不少了，大致能看到远方的山尖了啊。之前我看别人拍水色楼，还有拍贵州其他地方的视频，看着都是阴阴沉沉的啊。到了贵州之后你就明白了，拍视频的时候，阴天得当成晴天用啊，雨天雾天当成阴天用。这是从哪儿下来了？可能找错电梯了。哦，这是那个西餐厅啊。这边没有正式启动，看这边还是黑咕隆咚的啊。好，我们从正面出去。我这里才刚刚发现，原来刚才路过的那个没有开放的西餐厅叫马里奥西餐厅，这名字好啊。对面可以再来一个叫路易吉西餐厅。天亮了，咱们看看酒店前的景致啊。右边的山脚上有一个几重檐歇山顶的房子啊，至少有2重檐，但是底下被埋住了，应该也就是2重檐了。然后下边半山腰有几个屋顶，可能是当地人的房子。然后下面有一些传统风的建筑啊，像是苗寨。好，然后看中间是一个大亭子，上覆黄色琉璃瓦的窜尖顶亭子，然后这个尖顶上是几条龙拖着一个球啊。然后另一侧东西就不多了，只有一个小楼啊。这块远山能够看到一些个雾气啊，在贵州是不缺雾的。哎呦，今天风有点大，怎么我来贵州的这一天都很冷啊？我觉得贵州可能每个时候都很冷啊。夏天能好一些，夏天应该就是凉快了。哎呦我去，这山顶上这是个什么建筑啊？就在水丝楼旁边。
这地儿怎么才能上去？这是干啥呢？那是。看完了酒店的里里外外，我们再来聊聊独山水丝楼的前世今生。所谓水丝，指的便是水族过往的执政者，而水丝楼指的就是水丝的府邸。但这座水丝楼明显是扩大了好多倍的版本，为什么要造这么大呢？因为这座楼的设计者当初可是雄心勃勃的，他想要用这座楼来冲击世界纪录，也就是要成为世界上最高的琉璃陶建筑，世界上最高的水族、布依族、苗族民族元素建筑，以及世界上最高的牌楼建筑。但因为盘子铺得太大了，所以资金链断裂了。当水丝楼的框架建设好了之后，虽然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，但已经没钱继续施工了。在后一家公司接手之后，目前算是把它暂时盘活了，但水丝楼却变成了水泥建筑，这几项世界纪录怕是保不住了，因为结构外观全变了。至于以后它能不能为独山带来些什么，那就交给时间来验证吧。网上对于独山县大笔举债、大建奇观建筑这件事儿，总体来说是批评的声音居多。他们说的都对，举债建造这类奇观建筑，短期来看肯定是亏本的，长期来看也不一定能赚回来。但站在一个游客的角度来看，如果独山县没有这座水丝楼，游客就很难知道独山，更不可能来独山。就算到了黔南，也是直奔隔壁的荔波。但有了水丝楼，那就不一定了。至少我在淡季来这边的时候，它的大门口这一晚上都是车来车往，住宿的人也是源源不断。当越来越多的人对水丝楼产生兴趣之后，就可以促使更多的人发现独山，走进独山，了解独山，从而为这座县城带来更多的可能性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订阅加小铃铛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